楚风通过传送阵法回到了神之时代入口之外。眼下神之时代外面还有着大量的人马，但他们距离入口都很远，有些人是有自知之明，就是来看热闹的，并未打算进去；也有一些人原本是打算进去捡漏，但自从看到蝙蝠妖兽大开杀戒后，便不敢进去了。这也不怪他们，一直以来真神巅峰乃人们心中当代最强者的身份，天神乃是传说，因此先前蝙蝠妖兽的场面着实吓到他们了，判定神之时代不是他们能够沾染的地方。楚风认真观察了一番，并不是为了寻找龙一龙二两位道长的线索，也不是为了寻找赵老八。楚风觉得两位道长现在多半也在属于他们的空间世界内，或者已经成功破解进入神之时代更深处了，在这里等完全是浪费时间。而赵老八，楚风离开前也看到赵老八成功催动了阵法，觉得他能够安然离开。至于为何没有见到赵老八也很正常，这里这么大，被随机传送到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所以楚风眼下的观察是在找那需开启之物，只是一番观察并未寻得任何线索。于是楚风准备从小贝入口踏入，穿过结界门，与所有人都可以进入的结界门大同小异。进入了浩瀚的结界隧道，楚风故意控制速度，尽量缓慢前行。可一路上楚风未能找到任何线索，直到一股传送之力出现，将其包裹。楚风离开了结界隧道，进入了一片空间世界之中。这片空间世界明显比之前的空间世界强多了，这是一片较为正常的空间世界，且楚风的面前就立着一座巨大的石碑以及一道结界门，石碑上直接就写着离开此地的方法。方法有2个，首先这里有着一座山洞，山洞内藏着一只妖兽，只要击败那妖兽便可以从此的离开，进入神之时代更深处。但也明确提示了那妖兽可不容易对付，是有可能付出生命的，若是想要放弃，可以直接从石碑旁的结界门离开，但只要选择离开，便再也无法进入神之时代。不过这只是表面的意思，石碑上面还蕴藏着第2重以及第3重内容，这内容倒是没有要求结界之术的手段，不擅长结界之术的修武者也有机会洞察。当然想要洞察出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很强的观察力和推断力才能够分析得出来。不过这自然难不倒楚风。第2重内容乃是这方世界的完整地图，也包含了那妖兽所在的山洞位置。至于第3重内容，详细记载了那妖兽的实力以及数量，虽然只有1只，但其实力却达到了4品真神。4品真神，这让楚风眉头皱起，自己现在的实力可无法对抗4品真神的存在。很显然，这看似寻常的世界也是蕴藏着巨大的凶险。可就在此时，远处忽然爆发出强大的涟漪，顺势观望，是有2位强大的存在正在交手。真神境，楚风眼前一亮，那是超越半神的威压与声势，乃是2位1品真神正在交手。楚风赶忙动身，毕竟能够来到这里的那都是同辈中人，楚风倒是想看看是什么样的同辈中人。修为境达到了真神境，飞掠没多久，楚风便已能够看清交手的2道身影，只是那2位皆是穿着斗篷，将自己遮盖得严严实实，显然不想以真面目示人。宇文兄，但很快楚风便认出了其中一位，那位身高足有2米，虽然斗篷将其遮盖得严实，但楚风还是认出了他，乃是神体天府府主的孙子宇文炎日。宇文兄的修为竟突破到了真神境，楚风是又惊又喜，喜是因那是宇文炎日，楚风对宇文炎日的印象很好，他能有如此增进，自然替他高兴，但同样也感到惊讶，他这增进的速度确实有些恐怖。那么那一位又会是谁？是远古种族的。楚风看向另外一道身影，宇文炎日的实力楚风是清楚的，当初在9天之巅，宇文炎日可是很轻松的便击败了黄府天族的天才黄府将要，乃是天才中的天才。至少宇文炎日之前展现的实力是给楚风一种深不见底的感觉。但是眼下宇文炎日的修为虽仍保持在1品真神境，且没有使用武技，也没有使用神兵，可楚风还是看出宇文炎日眼下的战斗投入是比对战黄府将要的时候要认真的多。但面对这样的宇文炎日，对方竟不落下风，可见对方其实力同样很不简单。楚风第一反应，那位乃是远古种族的天才小辈，且来头必然不小。尽管同样穿着兜袍，但斗篷也有大小之分，对方明显体态略显娇小，尤其在宇文炎日面前更是显得娇小，因此楚风判断对方应该是一个女子。忽然那名女子一掌轰出，速度比之前快了许多，宇文炎日竟险些被击中。但令楚风更加意外的是，宇文炎日不仅躲过了对方这突如其来的一击，并且立刻反手一拳轰向对方面门。这一拳力道十足，但对方也是身法敏捷，但那拳头即将击中之际还是躲了过去。只是这一拳威力极强，虽被对方躲过，但却擦到了对方的兜帽，使其兜帽飞起，露出了真容。那是一个长相极其美丽的女子，长长的睫毛，大大的眼睛，那叫一个好看，就像是会说话一般。鼻子不是很大，但却很挺，一张樱桃小口，更是看得人血脉喷张。不得不说，样貌也是一门玄学。正常来说，这样的五官凑到一起，应该是一个极其甜美的姑娘。可偏偏这位女子给人的感觉，却是仿佛冰雪所化，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尤其是女子眉宇之间那抹英气，更使得她拥有寻常女子所没有的独特气质，距离感反而更远。
这女子的美态特别，就连宇文言日也是看得愣神了。而楚风更是暗叹，这世界真是太小了。楚风就在前不久见过这女子的画像，这不是赵老八的女儿吗？怎么赵老八的女儿实力这么强啊？这眼看着都快超越他老爹了。